妈妈，我的衣服在哪里啊？老婆，帮我拿一下发胶。妈。这就是我们中年妇女的日常。我把这些小事儿也都写进了我的新书《了不起的中年妇女》里。这本书我主要还是想把它看作是一个所有女性的一个防抑郁指南手册，把你的不高兴的事儿说出来，让我开心开心。但是别急，我们都是有办法的，因为我们是硬核的中年妇女。你跟客户对接的时候，客户怎么说的？我让你做的方案呢？不能画滚回幼儿园重学啊！我告诉你们，平心静气一点，好好画，不要这么暴躁。喂，徐老师啊，哎，您好，您好，啊，有空有空。哎呀，是的，这孩子又给你惹祸了，真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真的抱歉抱歉。现在大部分中年女性能够做到外在的硬核，还有她去解决一些困难的勇气。另外一方面，在自己的内在的一面，她们并没有达到真正的硬核，会有去做一些很怨怼的一些谈话聊天。之前是做这个外贸行业的，下班之后呢，又要做自己的另一份工作，就是写作。同时我还要去做家务，就会觉得为什么所有的事情是我来做，就是有好多的为什么，就把我们中年女性的这个思路啊给堵住了。中年人这个群体，它自带了一种黑色幽默的一种自黑的一种强大的能力。中年妇女之间交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各自黑老公加彼此夸孩子。哎，你老公呢？哦，我老公啊，他送孩子去了呀。哎呀，你老公可真好，又接又送的，哪像我们家那个老公啊，天天不是出差就是加班，一点用场都派不上。哎，怎么没用啊？你看你老公数理化那么好，还能辅导辅导。我们家那位啊，连拼音都不认识。哎，你老公真，你老公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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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的孩子是一个学渣，别的妈妈会喜欢和你聊天，因为跟你一对比，她觉得她的孩子还可以。娃渣人缘好。怎么给娃准备了这么多教辅啊？哎呀，书多有什么用啊？买回来都是崭新的，从来都不看的。你看你这孩子啊，这么简单的题目，错。中年人在孩子身上消费可以说是一掷千金，盐都不眨的。哎呀，我刚从法国回来，好累哦。哎呀，又抢了2款限量款的包包。哎，你看我的新靴子0万啦，精品班3万5，英语班2万6。寒假全科3万2，钢琴2万4，国画油画3万8，风铃3万8。你看我这课0万。有很多中年妇女，她可能白天还是一个暴发户，但是到了晚上呢，就沦为了困难户，因为她下班的时候又给孩子报了一个班。其实有很多的配偶，他并没有帮到忙，为什么？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出现，他是在云端，他一直在出差，他一直在加班。云配偶就是代表了这么一种现象。我走了，我手术时间定了，下周一我好像出差了。下周一几点？上午8点。哦，飞机是晚上7点。那太好了，你还能来给我签个字。之前的话，我可能会觉得你应该放弃一切，在家里陪老婆做手术的嘛。但我反而没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因为一点点小事去牵制住另外一个人的时间。这就是中年妇女的一种宽容豁达和多年修炼出来的一种成果，我觉得。有一些人他是排斥说中年妇女这个词，因为在我们的主观印象中，她不是那么在朝气蓬勃，不是那么阳光向上，也不那么精致，也不那么求上进。
整天就是在柴米油盐里打滚。那我现在想写这本书呢，就是想给这个中年妇女这个群体，一是做一个证明，把它的这个群体的这个定义给它扭转一下，所以我把它叫做了不起的中年妇女。我有一个朋友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把自己的一个照片用成了自己的手机屏保，在那张照片上他是素颜，眼角开始出现了皱纹、鱼尾纹。我们无法改变这些焦虑，无法改变这个中年危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来改变你自己内心的这种笃定。你可以就是淡定的、从容的去接受自己的年龄。